注意看，面对这辆走着螃蟹步的皮卡，阿 sa 开着他的战损版道奇充电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两车对抗了好一会儿，最终以道奇充电器旋转180度而结束。看着身后的一众队友，阿 sa 略显尴尬，我小黄鸡就不要面子的吗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 sa 飞利浦听说前方有热闹可以看，于是大老远便开着他刚修好的道奇充电器赶往现场。听说有一位零元购的老哥正在和10多位阿 sa 缠斗，要是去晚了可就蹭不到助攻了。所以哪怕是山路，他的车速也来到了120公里每小时，可见他是真不想错过看热闹的机会。赶上了，前方看到了大批队友，看来为首的这辆皮卡就是今天的主角。而这位 NPC 看见前后都有氛围灯，也是连忙放慢车速靠边。而就在此刻，勇猛的小黄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把车头一横，居然想要逼老哥停车。老哥上来就给了阿 sa 一个贴贴，可怜的 NPC 在这一下不仅变成了事故车，还被没刹住的阿 sa 又补了一刀。阿 sa 的这一波操作，我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，NPC 心里肯定已经是发了。不过此刻的阿 sa 可顾不上 NPC， 被老哥这么一撞，阿 sa 倒是来了脾气，立刻从队友手上接过第1顺位。看见这一幕，明明是紧张又刺激的场面，我却觉得莫名的喜感。崴了脚的老哥被下进沟里的 NPC 和一位想要找回场子的小黄鸡，但阿 sa 可没有心思嬉戏，抓住机会上去就是一个 PIP。从纠缠的过程就能看出来，这是阿 sa 的全力一击。但可惜面对这辆皮卡，阿 sa 的道奇充电器不堪一击，掉过头回来，似乎看见每一位队友的脸上都笑嘻嘻。本来是想看热闹的阿 sa， 此刻变成了热闹本身，只能灰头土脸的把车倒到一边，给队友让行。早知道是这样，这个热闹不看也罢。其实这也怪不得阿 sa， 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，皮卡是很难贴贴的，更别说老哥所驾驶的还是一辆福特 F250， 这辆车搭载 6.2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85，峰值扭矩624牛米，不仅自重3吨，拖拽能力更是高达15吨。说起拖拽，现在阿 sa 倒是喊人来拖拽了，才刚修好的道奇充电器又要返场了，这频率之快让我严重怀疑这位阿 sa 想换车。而嘲笑这位阿 sa 的可不仅仅只有他的队友，不少网友看到这段视频也是建议阿 sa 回炉重造一下，好好考个证再上岗。此时就连路过的女司机也不忘记调侃一番，阿 sa 这里不让停车。不过好在由于阿 sa 被正面撞击，导致老哥的车崴脚跑不了太远，最终队友们成功将老哥拿下。不管过程怎么样，小黄鸡还是立了头功，就是可怜的 NPC 只怕是会哭晕在厕所。这第一场追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，让我们来看看第2位老哥，同样来自 ASP 的阿 sa 沙比，在执勤时发现一辆路过的 SUV， 司机没有系安全带，就这样一闪而过的镜头，咱也不确定他是怎么看到的。但 ASP 的阿 sa 个个火眼金睛，咱是不得不服。就这样，阿 sa 打开氛围灯便跟了上去。从老哥的车速可以看出来，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开溜，或许还没有意识到阿 sa 的目标正是他自己，又或许是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打算。等到阿 sa 靠近时，他倒是转进小路，乖乖的靠边停了下来。没想到老哥停车不是乖巧，而是趁阿 sa 下车叫他折返跑。该说不说，这一招用的是真好，一个起步就领先了好几秒。没有想到，老哥这辆看上去破破烂烂的老爷车，起步居然有如此快的车速，对战道奇充电器，短时间里还能不落下风。但可千万不要因为这辆车破就小看了这辆车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第2代福特探险者，这辆车搭载 4.0 自吸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10。是不是想要吐槽这么大排量只有这么点马力？因为这辆车是1995年开始生产，至今已经有30多年，恐怕比在座各位小伙伴的年龄都要大。这个车你别说跑出160公里的时速，还能上路就很不错了。不过正所谓拳怕少壮，面对阿 sa 的道奇充电器，多少还是有些不够看。在这条直线上，阿 sa 将车速提到了170公里，很快便跟上了老哥。他可不会因为你是老古董而联系你，跟老哥的走位很有意思，他仿佛故意给右侧留了一个空隙。当阿 sa 上来贴贴时，他突然减速，接着向右发力，更重的车身在这一波的撞击中取得了绝对优势。阿 sa 因为车速太快，自己失控，最终无奈冲进了树林。因为剧烈撞击导致行车记录仪中断，不过结果没有变化，那就是阿 sa 自己翻进了沟里。现在让我们完整的来欣赏一次。这第2位阿 sa 可没有第1位阿 sa 那么走运，因为这里荒郊野岭的也没有队友，老哥跑掉了不说，他的车辆发生故障，前嘴一套，气囊全爆，就连底盘都严重受损，也无法继续前进。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只能躺在沟里等待队友的救援。反正躺着也是躺着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快给阿 sa 用一下妙界蒸汽雾化眼部按摩仪，眼睛润了，匹配消心没问题。它能雾化补水，和眼袋对着干。大家的好评我都看到了，要想回购，可以在年货节领券入手犒劳自己，或是送父母都可以，避免新一年被干眼症、青光眼暗算。它集雾化、点阵、按摩、热敷为一体，黑眼圈见的都要靠边站，还升级新一代点阵降噪技术，运行不扰人，放出的水汽多且细密，搭配上热敷，还能促循环，加速泪液分泌。升级的点阵按摩头还会覆盖眼周穴位，连带着按摩眼袋太阳穴，比做眼操更放松。按完头脑都清醒了。一共有5种模式，续航9，
做了弧形鼻翼，兔牙鼻子还遮光，出门带着随身装，皮肤消肿不夸张，连上蓝牙也很夯，一体双扬声器，音质赛过音箱，性价比也比医院雾化香。年货节领券抄底入手，有保价、送1险，1年以换代修，送自己、送家人、送朋友，还有礼盒装，喜欢就冲。那肯定有小伙伴要说了，这老哥的车牌 AMZ18J 不是拍得清清楚楚吗？上门抓人不就行了？阿 Sir 查了这辆车的登记信息，发现车牌是伪造的，这款车牌没有对应车辆，查无此车就更别提查到老哥的身份信息了。就这样，这位阿 Sir 人如其名，被这辆30年前的老爷车给放倒，还搭上了一辆道奇充电器，该不会他也是想换车吧？都说事不过三，让我们来看看第3位阿 Sir 的表现如何。画面些许模糊，但并不影响阿 Sir 操作。同样是 ASP， 这辆名叫肖恩的阿 Sir 盯上了前方这辆红色的日产天籁。他在巡逻的时候发现这位老哥没有车牌，而且无视他的氛围灯，不仅丝毫没有要停车的意思，还带着阿 Sir 在这里兜兜转转绕圈子。前面2位老哥不是美式大 V8就是大块头，这皮薄馅大的日系车，难不成也想将道奇充电器给放倒不成？被老哥带着绕了几圈，阿 Sir 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，眼看前方没有了弯道，他便开始发力，道奇充电器的油门声明显的暴躁了起来。随着车速越来越快，他开始逐渐靠近老哥，看得出来，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动手。来了，这2个连续弯道叫阿 Sir 逮到了机会，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看似完美，但却用力过猛，老哥被迫甩尾掉了个头，阿 Sir 自己却冲进了沟里，踩油门没有了动静不说，怎么还在冒烟？看来不仅仅是底盘搁浅，水箱也破了，只能目送老哥离开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呼叫队友？不过老哥可不会乖乖的等队友赶来，就这样，第3位阿 Sir 也同样抓捕失败。阿 Sir 的操作成功的印证了那一句，有时候不努力一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果然，对于小黄鸡来说，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好了，随着3位阿 Sir 翻车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